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确幸，可以为你带来一丝温馨和感动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一款康乃馨的杯垫，不仅实用，还可以卷起来变成一朵美丽的康乃馨。除了为家里增添色彩和气息，也可以成为一份温馨的礼物，表达你的关心和感激。让我们一起购置它，送给你的挚爱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主要用到的米色以抹茶绿作为叶子的颜色，而花朵的部分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颜色。另外准备了1公分宽的缎带或者是棉绳，将它剪成30公分。而工具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杯垫的完成尺寸直径有13公分。而如果对篮子的购置方式有兴趣，可以参考我上一集的影片哦。首先我使用米色，左手绕线环起，环起之后带出线来，购置3个锁针，将它视为第1针长针。我在这个起立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1个锁针，这样是1次中括号的内容。第1圈一共完成中括号的内容7次。第1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引拔在第1针长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接着第2圈，同样3个锁针起立，作为第1针长针。第1个针目我也是放上记号扣，接着1个锁针，而在下一个锁针针目底下，将钩针穿进第1圈的2个长针之间，钩织1个长针加1个锁针。这样也是1次中括号的内容，也是总共重复中括号的内容7次。在第2圈，如果只数长针针目的话，包含一开始的起立针，一共完成14个长针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同样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接着第3圈，我们要在上1圈的锁针下方，也就是2个长针之间的空间，购置小括号的内容。我们先购置1个引拔针，将这1圈的起始位置移向左方的锁针空间。接着3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个长针。接着第2针长针，再加1个锁针。之后在每个空间里购置2个长针加1个锁针，一共重复14次，完成这1圈。第3圈结束，也是引拔在第1针长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4圈，
3锁针起立作为第一个长针，接着1个锁针，之后在每个长针针目上都钩织1个长针加1个锁针。这一圈仍然有28个长针，只是透过锁针的增加，拓展这个圆形织片。第4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长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第5圈，同样3锁针起立作为第1个长针，接着2个锁针，之后在每个长针上钩织1个长针加2个锁针。在这个杯垫卷起来的时候，第1圈到第5圈会是花托，我并没有全部钩长针来拓展这个织片，如此在卷起来时花托才不会过于太大。第5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针长针上，接着就可以断线。接着我们将钩针穿进锁针空间，重新引绿色的线来钩织康乃馨的叶子。第6圈，引线后钩织2个锁针作为1个未完成的长针，接着再钩织1个未完成的长针。之后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2长针的藻形针。我在这个藻形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又4锁针，在同一个锁针空间里再钩一个2长针的藻形针。这样这个锁针空间里就有一组康乃馨的叶片。之后跳过一个锁针空间，又从下个锁针空间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一个2长针的藻形针，4锁针，再一个2长针的藻形针。这一圈一共会完成14组这样的叶子。第6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藻形针上，接着断线。最后一圈，我们从2组叶子之间重新引花朵的颜色，引线之后钩织1个锁针用来固定，接着在每组叶子的4锁针空间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一个中长针。一开始的几针可以把这些线头一并包着钩织，接着2锁针，再回到中长针的针目上挑起它的2条线引拔，完成一个2锁针的狗牙针。接着同一个空间再连续3个1长针加2锁针狗牙，这些狗牙针会呈现康乃馨锯齿的花瓣。最后又一个中长针加2锁针狗牙，
这样这个4锁针上就完成一组花瓣。接着在2组叶子之间又引拔，然后又在之后的锁针空间里再次钩织一组花瓣，这一圈会完成14组这样的花瓣。第7圈结束，引拔在起始的位置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藏好所有的线头并做修剪，这样杯垫就完成啦。接着我取一段30公分的缎带，或者是准备其他棉绳，在第5圈大概6个锁针空间之间来回穿梭。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将杯垫对折，当我们不使用这个杯垫的时候，将它卷成锥形的花朵，再利用这个缎带让花朵的形状固定，它就会收起来成为一朵康乃馨。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颜色来钩织这个杯垫。还记得上一集我们所钩的小篮子吗？钩织出不同颜色，将它收进这个小篮子当中，成为一个美丽的花篮。不管是作为家里的摆饰，或是将它作为小礼物，都很合适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您的留言。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